大家認為生產一枚愛國者導彈需要多長時間？看到這個問題，不少朋友可能脫口而出幾個月，或者保守一點說最多1年。畢竟在俄烏戰場大出風頭的火烈鳥，平均一枚的生產時間只要3.4個小時，而俄羅斯吹噓世界上威力最大的導彈薩爾馬特，理想生產條件下，一枚的生產組裝時間也僅只需要幾個月到半年。但這裡我要告訴各位一個驚掉下巴的答案，想要生產一枚愛國者，至少需要耗時2年多。根據自由時報的報道，受烏克蘭、伊朗戰事消耗以及盟國訂單的飛速增長，美軍愛國者3型防空飞彈已陷入极度短缺的窘境。而想要讓導彈存量回到美伊開戰前的樣子，大家想想需要多長時間？那麼愛國者現在的生產為什麼這麼困難？它又是如何跨越40年歷史，一步步成為美國中程防空導彈之王，並暢銷全世界的？說到愛國者導彈 MIM-104， 大家應該都不陌生，它是美國雷神公司制造的中程地對空導彈系統。最初的使命是為了取代老舊的勝利女神導彈與鷹式導彈，結果因為戰力過分強悍，一不小心就成為美軍中高空防空武器的絕对主力。但很多人不知道，這個今天名震天下的防空之王，當年的誕生過程足以拍成一部驚心動魄又充滿坎坷的導彈難產史。時間回到20世紀60年代，冷戰正處於最兇猛的時期。當時蘇聯依托深厚的工業基礎，舉全國之力大搞軍事，無論歐洲還是太平洋的天空，都能見到蘇聯的轟炸機漫天飛舞。美國陸軍看到這情況，心中忐忑不安，萬一蘇聯人發了瘋，突然向自己和盟友發動轟炸，他們該拿什麼防？於是陸軍一咬牙，決定必須搞出一代全新的野戰陸軍彈道導彈防禦系統。只是誰都不會想到，這個過程竟然会這麼曲折。這個項目在20年裡改名無數，從最初的 FAB-MDS 到後來的 AADS-70，再到1960年的 SAMD， 最終雷神公司在1967年接下了這個大餅。但很快他們發現自己手裡的不是大餅，而是冤大頭。因為到1974年，美國陸軍高層突然一拍腦袋，提出了一個無比苛刻的更改指令，導彈必須採用全新的指令加 TVM 制導模式。也就是說，他們要讓導彈在飛行過程中不僅聽得懂地面的指揮，還有導彈一邊飛一邊追蹤雷達信號。這就好比要給導彈安上一個忠誠的腦子，既能聽命於上級，又能見機行事。在70年代，這一想法的難度不亞於讓上帝顯靈。這一改動直接導致整個研發進度大面積拖延。或許是覺得雷神公司的壓力還不夠大，國會又將研发經費砍了又砍，直接砍得六親不認。直到1976年，歷經波折的 SAMD 技術總算過關，至此，這個項目才正式獲得了三軍統一的名字——愛國者。其實這個名字是美軍硬生生用一串英文首字母拼湊出來的，它的全稱翻譯过來非常硬核拗口，叫做相控陣跟蹤攔截目標雷達。1980年，雷神拿到了第一份生產合同，1982年交付樣機，1984年，愛國者導彈終於達到了初始作戰能力。從立項到正式服役，美國人花了整整20年。而此刻的愛国者還只是個初生牛犊，他怎麼也想不到，日後自己將登上全球防空的最高神壇。很多人以為愛國者導彈從頭到尾都是一種武器，其實不然。在40年裡，它歷經了脫胎換骨的4代進化，每一次升級都是用極其昂貴的軍費和血淋淋的實戰堆出來的。最開始的型號叫 MIM-104A， 這個時期的愛國者其實是個純粹的打飛機工具，它的設計圖紙裡壓根就沒有反導彈的功能。直到1985年，美國開啟了愛國者先進能力升級計劃，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PAC 系列，第一代魔改版叫 PAC-1。美軍沒有動導彈的硬件，而是給地面雷達升級了軟件系統，直接把雷達的搜索扇面從窄窄的25度猛增到了90度左右，讓它能夠看清從天頂砸下來的戰術彈道導彈。緊接着就是參加了海灣戰爭的 PAC-2， 在這一代，美軍第一次對攔截彈下了狠手，因為美軍發現光靠把敵方導彈撞偏是沒用的，必須在空中徹底引爆對方的彈頭。於是美軍重新設計了戰鬥部，把導彈內部預制破片的單個重量從微不足道的2克直接飆升到了45克，爆炸時的破片速度也变得更快，專門用來砸碎敵方彈頭的坚硬外殼。同時美軍還換裝了全新的双膜脉冲多普勒引信，这個引信聰明到了極點，通過地面的相控阵雷達傳遞數據，
如果來襲的是導彈，引信就會收窄波束，集中威力進行致命一擊；如果來襲的是飛機，引信就會放寬波束，擴大殺傷範圍。到了1996年，為了對付越來越猖獗的巡航導彈，制导增強型導彈，也就是 GEM 系列問世了。美軍把它塞進了 K1 波段毫米波主動雷達制導頭，把半主動 C 波段和主動制導結合在一起，形成双模制導。更恐怖的是，美軍用先进的氮化镓功率放大器取代了原有的老舊型波管，这讓導彈的射程、射高和制導精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能夠精準獵殺低空、隱身、低雷達反射截面的高難目標。但這一切依然只是愛國者家族的前菜，真正讓全世界对手感到窒息的終極兵器是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全新設計的愛國者3型。只要提到 PAC-3，懂軍事的朋友都會知道，這根本不是什麼升級版，這是一只被重新制造的餓狼。洛馬公司把導彈的體積和直徑縮小了整整 0.155 米，起飛重量壓到了304公斤，這帶來了一個無解的戰術優勢，即原本一輛愛國者發射車只能裝4枚舊導彈，現在在同樣的發射架空間裡，美軍可以密密麻麻塞進整整16枚 PAC-3 導彈，單車的火力投送量直接翻了4倍，而且 PAC-3 完全摒棄了之前的破片近炸彈頭，它玩的是现代防空最頂尖的戰術，直接動能碰撞，也就是用5馬赫的極限速度在空中上演子彈打子彈。為了保證絕對的命中率，洛馬公司在導彈彈體前部喪心病狂地排列了180個微型脈衝固體火箭發動機，這被稱為姿態控制發動機。在飛向目標的最後幾微秒裡，這180個微型火箭會根據計算機指令瘋狂噴射，進行肉眼無法察覺的微秒級機動，硬生生把導彈撞向敵方彈頭。為了防止萬一擦肩而過，導彈裡還藏着一個 11.1 公斤的殺傷增強器，裡面有24個重型破片，在撞擊前瞬間拋射出去，人為放大導彈的物理直徑。這種海空一體的立體技術就是 PAC-3 傲視全球的資本。而在它之後，美軍又推出了 MSE， 換裝了更強大的雙脈衝發動機，可以自由控制第2級推力的點火时間，把防禦空域填補到了戰区高空防禦系統的極限邊緣。日本、韓國、歐洲的盟友們如今正在排着隊把真金白银砸向洛克希德馬丁，就是為了能摸到 PAC-3 MSE 的一角。經過這麼多年的血淚實戰後，回顧愛國者的光輝歲月，他確實足以自豪地說一句：一角微臧。愛國者導彈的大名不是在實驗室裡吹出來的，而是用過去30年裡極其密集的戰火和滾燙的硝煙打出來的。他的服役經歷就是一部現代防空戰的教科書。1991年海灣戰爭，彈道防禦導彈在全世界軍界眼裡還只是一個寫在紙上的科幻概念，但美軍很快告訴全世界，為何能戰勝美軍的只有外星人。1991年1月18日，伊拉克軍隊向沙特和以色列發射了飞毛腿導彈，愛國者系統临危受命，在沙特上空成功將其擊落。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防空系統在實戰中截獲彈道導彈，雷神公司一夜之間名震全球。不過，傳奇之所以被稱為傳奇，並不是說它始終無敵沒缺陷，愛國者也曾深陷爭議。1991年2月25日，一枚伊拉克飛毛腿導彈突破防空網，精準砸中了沙特宰赫蘭的一個美軍兵營，巨大的轟鳴聲中70多人受傷。戰後的調查報告給了一個讓人目瞪口呆的原因，這次攔截失敗居然是因為導彈系統時鐘裡的一個低級軟件錯誤。當時這套愛國者導彈連在宰赫蘭已經連續開機工作了整整100個小時，因為系統內部的計算機寄存器設計只有24位精度，這就導致系統每運行1個小時，內部時鐘就會產生一個微小的毫秒級延遲。開機100小時後，這個延遲被無限放大，導致導彈時鐘偏差了1/3秒。1/3秒看似轉瞬即逝，但對於高速飛行的飛毛腿導彈來說，這相當於產生了整整600米的距離誤差。結果就是地面的超大型相控阵雷達雖然偵測到了來襲的飛毛腿，也計算出了彈道，但火控計算機在對表的時候發現實際位置和系統預設的位置根本對不上，於是冷酷的計算機判定這個信號是個假警報，直接在屏幕上把飞毛腿導彈給抹掉了。實話實說，這波還真不能怪愛國者，因為以色列軍方早在大半個月前就發現了這個軟件 bug， 但相關方面卻壓根兒沒當回事兒。
直到事故發生，軟件制造商才連夜修復補丁，在兵營被炸毀後的第二天才將其運到了前線。這場風波引發了國際軍界對愛國者成功率的莫大質疑，甚至有麻省理工學院的專家公開作證，怒斥愛國者的真實擊殺率可能接近0，因為當時的 PAC-2 是用來打飛機的，面對高速砸下來的飛毛腿，它經常只能炸碎飞毛腿的尾巴。但無論如何，愛國者依舊在政治和心理上的巨大價值，成功安撫了當時惊恐万狀的以色列。时間來到2003年伊拉克戰爭，吸取了教訓的美軍帶着 PAC-3 和 GEM 重返戰場。這一次，面對伊拉克發射的24枚導彈，美軍打得極其聰明，通過強大的計算機算力，判定其中15枚因為精度太差，根本砸不到人，直接放棄攔截。而剩下的9枚威脅極大的導彈被 PAC-3 和 GEM 全部凌空打爆。經過這一系列的升級與實戰，愛國者導彈成了名副其實的防空之王。而到了近幾年的高烈度戰場上，愛國者迎來了它40年歷史上最高烈度的正規消耗戰。在基輔上空，烏克蘭軍队裝備的 PAC-3 首次迎戰俄羅斯吹噓絕對無法被攔截的匕首高超音速導彈，結果沒有太讓人驚訝。幾聲巨響過後，匕首導彈的殘骸無力地掉落在基輔街頭，高超音速的神話在愛國者 PAC-3 面前被徹底終結。面對堪稱無解的愛國者，俄軍怒了，但也只是怒了而已。無論是伊斯坎德爾 M 導彈，還是反艦導彈和彈道導彈，在強悍的愛國者面前都是弟弟。而在波斯灣戰線上，面對大批自殺式無人機和導彈雨，阿联酋和卡塔爾部署的新款 PAC-3更是打出了96%的逆天攔截率。面對一切被瘋狂吹噓的導彈，愛國者都能輕鬆地說上一句以剿為臧。不過，愛國者虽然猛，但產量卻猛不起來。隨着各個地區的戰爭不斷進行，一個讓五角大樓夜不能寐的致命危機終於徹底爆發了。回到我們最開始的那個懸念，補充1枚愛國者導彈需要耗時整整2年，那麼想要讓愛國者的庫存回到美伊開戰前的存量，大概需要多少時間？答案是至少3年多。在衝突爆发後，五角大楼看着空了一半的弹药庫，急得像熱鍋上的蚂蟻。他們拍着桌子跟军工巨頭洛克希德馬丁公司達成協議，要求必須把產量提高3倍以上，達到每年制造2000枚的規模。但洛馬公司的 CEO 一攤手，給出了一個無奈的答覆：想要實現這個產能，對不起，請等到2030年吧。為什麼愛國者這麼難造？實際上，1枚導彈的背後不是一家工廠開足馬力就能搞定的，它依賴的是一張錯綜複雜的像蜘蛛網一樣的全球供應鏈。制造1枚愛國者導彈需要超過400家基礎供應商提供零部件，這其中有超過80%以上的2級供應商，同時還得為美軍其他導彈項目供應零件。美國本土的這些鑄造廠、微芯片廠和阀门廠就這麼幾家。你如果要求他們加班加點生產愛國者所需的特種鈦合金部件，那麼隔壁產線的標槍反坦克導彈、毒刺便攜式防空導彈以及戰斧巡航導彈就會因為拿不到零件而立刻陷入停產。在沒有進入全面戰爭動員體制的情況下，基礎軍工產能的天花板已經被死死鎖死在了流水線上。但更要命的是獨家技術壟斷和美國的去工業化的陣痛。愛國者導彈用來精準撞擊目標的大腦，也就是頭部的毫米波雷達尋標器，在全地球僅僅由波音公司在幾個特定的工廠裡獨家生產，沒有任何備胎。哪怕波音現在火速搬進了大量的工業機器人，瘋狂尋找新的電路板代工廠，在面對陡增數倍的全球訂單時，其產能的物理極限也無法在一夜之間跨越。而且大量用於軍工電子電路的基礎商業元器件，在如今的美國本土早就不生產了。因此，美國軍工巨頭不得不把供应鏈拉得極長，甚至依賴海外特定的安全供應商。一旦跨国物流的稍微延宕，地缘政治导致双方出口管制，或者只是海外一個小廠停電停工，就可能讓愛國者缺少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電阻，而這個電阻就能讓洛馬公司總裝廠裡的愛國者導彈外殼孤零零的在倉庫裡乾等上幾個月。說白了，愛國者難造的不是導彈，而是整條國際產業鏈的循環運轉。總的來說，愛國者之所以能被許多人稱為防空之王，靠的絕不是單一的某項黑科技，而是40年的歷史積澱、強悍的硬核裝備以及成熟的網絡化防禦閉環。他用天文數字的預算，在過去的40年裡，打造出讓所有潛在对手都感到絕望的技術代差。不過，
正如國際軍事界一直以來的觀點，無論是什麼武器，都從來沒有永恆的強大。特別是近幾年全球高烈度衝突的滾燙硝煙，以及愛國者庫存告急的窘境，告訴了所有人，決定一场戰爭最終走向的，往往不是武器在實驗場裡飛得有多快，而是後方的軍工工廠。在面對不斷流血的流水線時，究竟能用多快的速度把消耗掉的武器重新造出来，才是決定戰爭的成敗因素。畢竟，哪怕是精細到了極點的愛國者導彈，在面對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消耗戰時，也不可避免地露出了最脆弱的軟肋。至於未來戰爭的防空戰爭將如何演變，美軍又如何補上愛國者防空導彈這個庫存窟窿，我們將持續關注。好了，本期視頻到這兒就結束了。各位認為美軍的愛國者導彈在未來的消耗戰裡還能撐多久？下一代愛國者的升級又將步入何種方向？歡迎在評論區留言。感謝各位朋友的點讚、訂閱和關注，我們下期視頻見。好的，各位觀眾朋友們，我們頻道一直在聊真實的軍事資訊和武器裝備，後台也經常有朋友問，有沒有值得推薦的入門級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觸到的產品。首先，它的外形還原度做得相當不錯，比例準確，武器上的一些關鍵細節和標識也都有體現，材質也說得過去，拿在手上有不錯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備一定的可动性，对於理解基礎操作原理有一定幫助，讓它不僅是個靜態摆件。綜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來看，價格確實比較親民。對於想入門模型收藏，或者單純想在桌上貼一個擺件的朋友來說，是一個性價比很高的選擇。商品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